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28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27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152.64，收盘价是160.19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60.48，最低价是在152.37。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8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收在了各条均线值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27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83 倍，量缩。KD 值，快线转折向上。双线是趋于合拢，那么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上。MACD 双线下行，开口变小，并且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空头趋势在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4月27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是股价下行到相对低的位置。当日的这根实体长红 K 线它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在盘内出现了反弹。那上方在5日均线值遇到了压力，收盘价在高位，也就是说股价在盘内就出现了反转向上。那这样一根实体长绿 K 线与前一个交易日的这根实体长红 K 线形成了一个K 线，叫做 K 线组合，那么它的名称叫做旭日东升。那旭日东升 K 线组合，它的特征是股价下跌到低档，然后在下跌的过程当中出现了一根实体长红 K 线，在次日是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有新低的出现，可是呢，它的收盘价是突破了平盘，也就是前日 K 线的收盘价。那么这样的一个实体长绿 K 线的实体部分进入到了左边的实体长红 K 线的实体部分。那但是呢，它的最高价也就是收盘价并没有突破前一个实体长红 K 线的最高。那么这样一个 K 线组合叫旭日东升。那如果是在低档出现，它通常是转折向上的 K 线组合。好，那通常情况下，右侧的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实体长绿 K 线的实体部分越长，那么后续反转的可能性呢就越大。那不过当这个美中不足，就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成交量是呈现的量缩而不是量增。好，以上是 K 线信息的解读，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好，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27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两个可能，一个是股价会出现下跌，收盘价会在150附近，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过154的。
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156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54的。实际在，也就是反弹到156，对，实际在4月27日收盘价是在160.19，出现了反弹。那我们预测的这个反弹啊，和实际的发生不仅点位相差较大，走势也是完全不同的。因为当日的开盘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它是在日内出现了一个反转。所以我们只是方向判断对了，但实际的走势和点位相差都是比较大的。那我们刚刚从 K 线组合分析啊，说这样的一根一个旭日东升这样一个 K 线组合啊，将预示着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上。那么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上行。对于4月2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股价上行，它的目标我们认为依然是170，也就是说，股价只有站上这个起跌 K 线的最高，那股价才能够继续上行。所以170依然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那在到达它之前呢，我们说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将成为强压力。那170之后，接下来第二个目标依然是192。192是股价日后只有重新站上192，才可以也就是说才能重新回到多头的趋势。所以192将是股价上行的第二个目标。但我们现在可以看到，股价如果上行，其实现在首要的一个关键的点位就是要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是在160附近。好，这是股价的上行。那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。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，我们也认为依然是138。138，我们说是股价在4月20日出现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出现下跌这么一个起跌的 K 线开始。那从4月20日开始，它的目标这一波下跌就是要跌破138。这是它的第一个目标位。然后接下来第二个下行的目标就是115。好，那我们等股价跌破了138之后呢，我们再来讨论115。那对于4月28日盘中，我们要关注一个点位，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160附近，同时也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附近。我们把这条水平线调整到160，这是我们日内要关注的点。那股价呢，如果能够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，我们说会继续向上反弹。那如果不能站上5日均线值呢，很可能会遇压而出现反转向下。对，所以在4月28日盘中，我们要关注160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那在4月27日的收盘价160.19附近，我们要给出可以进场抢反弹的操作建议，是技术上的操作建议。那在这个地方可以5%进场，然后抢反弹，目标是165。
那止损呢是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是在152。我们说一下理由。那理由呢，就是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的，就是这样一个 K 线组合出现在相对低的位置，它是一个反转向上的信号。那我们说唯一的不足是当日这个绿 K 的成交量是量缩，但是如果我们从 K 线组合来看，把2个交易日的 K 线成交量呢合并，那么它的成交量也是非常大的，并不是一个非常小的量缩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区域，我们判断认为还是有大量的买盘跟进的。所以呢，再有这样一个反转向上的 K 线组合，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是可以进场抢反弹的。好，那我们说是抢反弹，实际上对于这样的一个 K 线组合呢，我们是准备叫做做多的，对，也就是虽然我们给出了165这个反弹的目标位，也就是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在股价到达165之后就可以获利出场，但是呢，我们是要进场做多的，不单是要反弹抢反弹。如果股价到达了165呢，我们可以就是说继续持有，然后呢等待股价进一步上升的时候呢去加仓。对，好，那当然呢，我们也补充说明一下，说这个位置是在技术上可以进场抢反弹的，或者叫进场做多的。那我们在之前有一个仓位是在4月17日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这根 K 线出现的是量增，然后呢收盘价过前高，前一日 K 线的最高。在这个位置，我们有抢反弹进场有5%的仓位。那我们一直守停损，在当时我们守的是应该是170，180附近，对。然后一直守到4月19日，在4月20日出现的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。那这样一个大幅的下跌呢，我们当时也给出了另外一个建议，就是根据自己的叫做情况，对，也可以就是这个当时这5%呢，可以不止损出场，可以继续持有。那么到了这个位置是可以叫做加仓的5%，对。好，这是我们连续上一次操作来说，但是我们在4月20日当时给出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说了，如果之前只是5%的仓位是可以持有的，是可以持有，对。如果是仓位更大呢，在4月20日收盘价的这个位置呢，应该是立刻止损出场，而也就是要遵守这个纪律。好。这是我们对之前操作的一个回顾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空头。在4月28日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在4月28日开盘之后，空头在160附近会有加仓，或者说是进场，我们不认为它会进场，我们认为会有加仓。对，因为之前的视频我们给出过空头，它的回补位是从173提升到了160，当然这都是我们的主观的分析和判断。好，那么到了160之后呢，我们说在4月28日开盘之后，一定会有空头加仓。建仓呢，我们不认为它会建仓，我们认为它会在股价出现上涨之后才会建仓。对，那么
在这个位置如果有加仓，那很可能在4月28日它是一个低开盘，对，也就是空头要守住160。但是如果有多头的力量介入，在盘中股价突破了160，那很可能有部分空头的仓位会回补，那这样一来，有可能会促使股价，再次也就继续上涨。那接下来在168这个位置，也就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这个位置，我们说，空头会有继续的加仓，也就是它要守168，它会有加仓或者说是进场，对。那当然也有可能空头呢，看到出现有这样的一个反弹的迹象，它也有可能会把回补位从160呢下降到168，所以这样一来，我们说在4月28日，如果股价出现反弹，在168这个位置是空头要守的位置，也就是这个位置是强压力。对于多头来说，好，那这样一来，我们说对于空头160、168和上方的170都是它要守的位置，也就是它要进场或者加仓的位置。同时，我们也要说，股价如果继续上行呢，在160、168和170，如果能够突破，那每一次突破都会促使股价上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说明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4月2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第一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160附近。第二个压力位是168，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。第三个压力位是从170一直到上方的177，就是这个缺口。我们会看到压力也是非常重的。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是这个缺口，是从152到146。第二个支撑是138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，我们给出4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，股价会出现横盘向上。如果是这样，它有可能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57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63.5，收盘会收在162.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这是第一个可能。那第二个可能呢？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补量反弹。补量反弹，它应该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60.5。这个逻辑有些不通啊，就是应该是跳空的高开盘，然后最低会到达160.5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可能会出现一个小的缺口，然后呢，最高上方会到达168.5，在这个位置，收盘会收在166附近，然后呢，成交量应该是一个量增。对，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叫补量反弹。那么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跳空的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6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补量反弹或者叫强势反弹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4月2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。
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